哎，兄弟，停，別急着走，我跟你說個邪乎事兒，你是不是也玩過這麼一出？大熱天的，你把寶貝疙瘩往停車場一扔，對着車屁股嗶一下瀟灑的鎖車，心裡盤算着等會兒買點啥好吃的。結果2小時後，你提着滿手的戰利品回來，好家伙，車位上空空如也，就跟被施了定身法一樣，地上干干淨淨，一片玻璃碴子都沒。你那車的漆面锃光瓦亮，別說劃痕了，連個灰都沒多。更騷氣的是，你手機 APP 還特麼給你彈個消息，車輛已解鎖。我勒個去！我當時就懵了，這到底什麼神仙操作？車跟蒸發了一樣，這小偷是懂魔法的嗎？咱先別慌，也別罵街，這事兒說白了就是道上的人盯上你這魚了。為啥偏偏是你？你車那點底細，人家門兒清。今天咱不整虛的，就掰開揉碎了跟您说道2025年台灣和歐洲那旮瘩哪些熱門車型是小偷眼裡的唐僧肉，我給您列個光榮榜，瞅瞅您的愛車有沒有上榜。我跟您說，這偷車賊啊，那都不是一夥傻大粗，人家跟老中醫號脈似的，專挑毛病下手。你的車是哪個平台出的？是第幾代改款？身上那套智能玩意儿是高配還是丐版？甚至你車鑰匙是啥型號的？這些在人家那兒都是破绽。跟考試重點似的，門儿清。所以您要是開的剛好是這幾款熱門款，那今天您可算來着了。咱這篇您務必看到最後，光知道賊要偷誰還不行，咱得知道人家咋偷的，咱才能防着不是？片尾我給您掏心窩子，整幾招賊管用的防盜秘籍，保準讓您那寶貝疙瘩安穩的趴在車位上，誰惦記不上誰。走，咱這就開盤。第10名，福斯 VW Golf， 包含第7代與第8代2012到2024年份。偷車手法，遙控鑰匙複製 K-fob cloning。Golf 會上榜，絕對不是因為它貴，而是因為光是在德國路上跑的就有超過500萬台。我們先來看7代 Golf 2012到2019年份，这款車竊賊最常用的招數叫做遙控鑰匙複製。理論上 Golf 7代的鑰匙與車機溝通，用的是一種叫滾動碼 Rolling Codes 的加密技術。簡單說，就是你每按一次遙控器按鈕，防盜密碼就會自動變更一次。按理說是不可能被複製的，但這只是理論上，因為現在的竊賊手上有專用硬體，可以在你按下遙控器的瞬間攔截那組訊號，並靠演算法算出下一組有效的解鎖密碼，接着直接寫入到一枚空白鑰匙裡。整個過程他們完全不需要碰到你的車，防盜器不會響，手機 APP 甚至還會顯示正常解鎖。而且這種設備現在門檻極低，根本不需要什麼黑科技，在賣場、露天停車場，你鎖門的瞬間它就側錄完了。這招在台灣管用嗎？台灣的 Golf 銷量同樣非常大，從小資族的最愛到鋼炮指標 Golf GTI 街頭能見度極高，而台灣很多車主習慣離車子還有一段距離時，就遠遠按下遙控鎖門，這剛好給了竊賊最完美的訊號攔截距離。到了8代 Golf 2020年起，福斯雖然提升了資安防禦，但德國街頭那幾百萬台以及台灣市場上大量流動的7代 Golf 依然是竊賊的肥肉。根據德國保險協會 GDV 統計， Golf 一直是失竊率最高的車型之一，每台車被偷理賠金額平均高達21400歐元，約合新台幣75萬到78萬元。記住，這還只是平均值，如果是配備全滿的7代 Golf GTI， 損失絕對遠遠不止這個數字。第9名 Toyota RAV4X 零第5代2018到2024年份，偷車手法 OBD 診斷界面入侵 OBD Programmer Attacks。第9名，這台車很特別，它被偷不是因為遙控鑰匙防盜太弱，而是被它自己的自我診斷界面給賣了。我們講的是在歐洲銷量極高的第5代 RAV4， 安全專家發現這款車最致命的弱點就是 OBD2 診斷插座。如果你開 RAV4， 這個插座就在駕駛座左下方板件後方。原本這是原廠工程師或保養廠拿來插電腦檢測車況用的，但沒想到卻成了竊賊的快速通道。現在黑市上充斥着一種專門的編程設備，一台要價幾千歐元，竊賊只要把它插進 RAV4 的 OBD2 插座，就能在短短幾分鐘內直接把一枚全新的空白鑰匙寫入車輛系統中。這時候 RAV4 會把這把賊鑰匙認定是原廠正品，順利發動開走。對竊賊來說，唯一的門檻就是進到車內，只要用特殊工具把車門無聲打開，車子基本上就保不住了。這套手法有多誇張？之前在英國 RAV4 甚至一度霸榜全英最常被偷的車型第1名，在德國也是失竊榜常客。那台灣的車主需要擔心嗎？別以為這只是歐洲的事兒，台灣賣的 RAV4 絕大多數都是日本原裝進口，電路系統跟歐規完全相同，這招在台灣一樣管用。雖然台灣監視器密布，整車被偷去解體銷贓的幾率比國外低，但這套零破綻的偷車手法早就讓不少台灣 RAV4 車主嚇得特地跑去外廠加裝 OBD 防盜鎖了。雖然 Toyota 後期年份的車型有補上這個漏洞，但早期的 X 零世代 RAV4 至今依然是竊賊眼中的香饽饽。
第8名，賓士 Mercedes-Benz C-Class W205世代2014到2021年份，偷車手法中继讯號攻擊 Relay Attack。接下來第8名，我們要來揭曉這份榜單中最常見也最惡名昭彰的手法——中繼訊號攻擊 Relay Attacks。而賓士 W205 C-Class 就是這套手法最經典的受害代表。W205 世代的 C-Class 大多標配了 Keyless 免鑰匙進入系統，你的晶片鑰匙平常會不斷發射微弱的無線電訊號，只要鑰匙靠近車身，車子就會自動解鎖。但問題來了，這個訊號一直都在。就算你把鑰匙隨手放在家裡進門的鞋櫃或客廳桌上，而車子就停在門口或巷口，訊號依然在發射。這時候竊賊只要2人組隊，2台設備就能搞定。第一個，賊拿着訊號接收器靠近你家大門或窗戶，攔截並放大你室內鑰匙發出的訊號，接着轉播出去。第二個，賊站在你的賓士車旁，拿着另一台接收器重現這個訊號。這台 C-Class 收到被放大的訊號，以為你人就站在車邊。咔嗒一聲，車門直接解鎖，引擎一按就發動，直接開走。根據安全專家調查，完成這套偷車動作所需的設備，在一般網絡上花不到幾千塊新台幣，不到100歐元就能輕鬆買到。這根本不是什麼高深的黑科技，而是犯罪集团手裡的大眾化工具。光是在德國 ，GDV 統計2025年汽車失竊的總理賠金額就超過3.1億歐元，約合新台幣108億元。而這台在台灣街頭隨處可見的 C-Class 就是貢獻這個數字的大功臣之一。第7名，福特 Ford Kuga Fierce 插電式油電版2020到2024年份，偷車手法高壓電池控制模組盜竊 Parts Theft。第7名，這種偷法絕對是絕大多數車主防不勝防的，因為它看起來根本不像是偷車。隔天早上你的車依然好好的停在車位上，鑰匙還在你的口袋裡。但你卻已經慘了。在歐洲，2020到2024年份的 Ford Kuga FAQ 被犯罪集團給盯上了。不過竊賊這次不偷整台車，而是專門拆走車上的高壓電池控制模組。這個控制模組如果在福特原廠更換，光是零件開價就要1200到2500歐元，約合新台幣4.2萬到8.8萬元。但在二手黑市或拍賣網站上，竊賊轉手賣給那些不問來源的外廠保養廠，能賣個300到500歐元，作案過程完全無聲無息。隔天你開車時，車漆沒刮傷，警報器也沒響，直到你按下發動鍵，儀表板跳出一大堆故障燈，拖去保養廠一查，才發現高壓電池控制模組竟然憑空消失了。竊賊只賺了你幾百歐元，你卻要花上整整1800到3000歐元，約合新台幣6萬到10.5萬元才能把車修好。其實 Kuga Fabia 之前在歐洲就因為電池瑕疵傳出過不少召回事件，沒想到第一代 Fabia 的電池控制模組現在竟然成了黑市上用來維修事故車的搶手零件。第6名 BMW 3系列 G20 世代2018年份起偷車手法 Game Boy 掌機解鎖 Game Boy Device Attack。第6名登場的這套偷車手法，連德國警方給它取的名字聽起來都像在開玩笑，他們稱之為 Game Boy 偷車術。為什麼叫 Game Boy？ 因為這套竊賊專用的設備外觀只有掌心大小，上面有按鈕，還有個小熒幕，隨身攜帶極方便，長得就跟我們小時候玩的 Game Boy 掌上型電玩一模一樣。但你別被它的外表騙了，這是一台專門針對 BMW 當代 Clara 底盤平台，包含2018年起的 G23 系列所開發的專業級鑰匙模擬器。這種設備在犯罪黑市上一台要價好幾千歐元，幾十萬新台幣，雖然昂貴，但對竊賊來說回本速度極快。畢竟一台選配好的 BMW 330D 或 330i 新車開價隨便都超過5萬歐元，在台灣總代理售價更是突破300萬新台幣。就算竊賊把它拋售到東歐或北非的地下市場隨便賣也是暴利。這台偽裝成 Game Boy 的設備，只要靠近車身，就能直接與車上的中央網關 Central Gateway 進行溝通，瞬間把自己寫入成合法原廠鑰匙，並發動引擎，整個過程不用2分鐘。雖然 BMW 在最新版本的 G20 軟體中進行了資安補強，但犯罪集團的硬體也在持續升級。這早就不是單純的系統漏洞，而是一場原廠與竊賊之間的競賽，而且目前看來，竊賊暫時跑在最前面。第5名，福斯 VW Tiguan Add 1 BW 2世代2016到2023年份，偷車手法中继讯號攻擊系統化採購。第5名登場的是全德國失竊率最高、被偷最慘的 Keyless 車型。你可能會好奇，為什麼竊賊偏偏盯上 Tiguan 而不是更貴的頂級豪車？答案很簡單，因為竊賊根本不跟你講情懷，他們講的是物流效率。Tiguan 身為大眾化休旅車中的高單價車款，在二手市場需求極大。一台2020年份的2代 Tiguan
一偷到手就能秒速拋售到東歐或中東地下市場變現。他們用的偷車手法跟剛才第8名的賓士 C Class 一模一樣，都是中继訊號攻擊。但 Tiguan 最可怕的地方在於犯罪集團對它實施了工業化、地毯式的集體偷竊。根據柏林跟漢堡警方的調查，偷車集團甚至會先派人到住宅區做地圖踩點，畫出所有 Tiguan 的停放位置。到了半夜，他們不是只偷一台，而是在同一條街上一個晚上直接掃走4、5台 Tiguan。這完全是有組織的流水線犯罪，根本不是隨機作案。光是柏林一地，根據 GDV 統計，單一城市一年就被偷走了3855台車，光是柏林就占了全德國汽車失竊總數的1/4以上。而這台在台灣賣的超好的国民進口休旅，就是這場集體偷竊風暴中的最大受害車型。第4名，奧迪 Q5 Phi 世代，2016到2023年份，偷車手法 CAN bus 總線，訊號注入 CAN bus injection。第4名，這台奧迪 Q5 所遭受的手法，絕對是整份榜單中技術含金量最高、最硬核的黑科技。大家先坐好，我們要稍微深入一點解讀了。它用的可不是剛才 Tiguan 或賓士 C Class 那種單純的中繼訊號複製 Relay Attack， 而是完全不同等級的漏洞 CAN bus 訊號注入。安全專家公認，這是目前全網最猖獗也最難防的免鑰匙偷車招數。什麼是 CAN bus？ 簡單說，它就是整台車的神經網絡，車上所有的電腦控制模組，包含引擎、車門、門鎖、防盜系統，全都是靠這條 CAN bus 總線在傳遞指令。那竊賊是怎麼做的？他們根本不用破窗，只要撬開 Q5 的大燈外殼，或趴到車底保桿下方，用一支特殊的接線針腳 Ingrid Verstärker 直接插進 Q5 的 CAN bus 實體線路裡，然後向整台車的神經系統發射假指令，開門、發動引擎。這時候車機系統會以為這是原廠發出的合法指令，乖乖執行。只要竊賊知道線路位置，整個破譯過程只要短短幾秒鐘。就是因為第2代 Q5 Phi 世代車頭內部的 CAN bus 配線位置太容易被從外部接觸到，這個物理漏洞早已被國際資安專家公開警告過。雖然奧迪原廠正在針對硬體進行防護升級，但在防線補齊之前，這台熱門豪華休旅依然是犯罪集團眼中的肥肉。第3名 Land Rover Range Rover 405世代與 L461 Sport 世代，偷車手法中繼訊號攻擊，並隨即進入地下洗車產業鏈。第3名登場的 Range Rover， 最可怕的地方根本不只是車被偷走的那一刻，而是車子開走之後發生的事兒。因為這台車一旦被偷，它就不只是車了，它會直接在國際地庫系統裡獲得一個全新的合法身份。Range Rover 霸榜歐洲，失竊帥龍頭早就不是1天2天的意外了。之前在英國，它甚至一度高居全英國失竊冠軍。在德国 GDV 的統計數據裡，它也長期高居排行榜前列。竊賊偷它的第一步，跟剛才講過的賓士 C Class 或 Tiguan 一樣，都是利用中繼訊號攻擊 Relay Attacks。但接下來的作案手法才是真正讓人毛骨悚然的開始。被偷走的 Range Rover 不會直接消失，而是立刻被送到犯罪集團的轉運節點。這些專業走私集團一周能偷幾十台車，他們有完整的地下供應鏈網絡。車子先停在隱秘據點避風頭，白天再用大型包廂貨車載走。接着他們會直接變造車身號碼 VIN 碼，偽裝全新車牌與假海關文件，替車子洗出一個全新的合法身份。最後這台車就會以看起來完全合法的二手車姿態被運往東歐、中東，甚至西非賣給當地富豪。根據德國權威汽車媒體與保險協會 GDV 統計，跨國走私黑市的運作已經全面升級。隨着全球二手車價格居高不下，偷車走私的利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。一台從德國偷來的 Range Rover Sport 送到國外賣掉，就是幾百萬台幣的純利。這群竊賊在算賬時的精明程度，根本不輸給一般的汽車經銷商。第2名，賓士 Mercedes-Benz Gladio 166與 W167 世代2015年份起，偷車手法中繼訊號攻擊以及偷割觸媒轉化器。第2名，這台賓士 GLU 直接把2種偷竊手法組合在一起，變成了車主最昂貴的噩夢。不管是第1代 W166 2015到2019年份，還是第2代 W167 2020年份起的 GRE， 之所以會同時被犯罪集團雙重盯上，原因有2個。第一，竊賊可以用我們剛才講過的中繼訊號攻擊 Relay Attacks， 幾秒鐘直接把整台車開走。第二，哪怕他們這次不想偷整台車，這台車也是個極度完美的目標，因為他們要偷割你車上的觸媒轉化器。Gladio 原廠的觸媒轉化器裡面含有大量的鉑、醑以及價格甚至比黃金還要昂貴的金屬。
根據技術報告 ，Gale 觸媒裡所含的貴金屬分量，在回收黑市上，光是一支就能賣到500到1500歐元，約合新台幣1.7萬到5.3萬元。再加上休旅車 SUV 底盤很高，根本不需要用千斤頂，熟練的竊賊鑽進車底，花不到4分鐘就能把觸媒直接切掉。隔天早上，車主一開車發動，耳邊立刻傳來像拖拉機一樣轟隆作響的破爆廢車巨響。車子雖然還在，但觸媒早就沒了。竊賊花不到4分鐘拆走，不到1小時拿去變現，而車主呢，去原廠修一次要花上1500到3000歐元，約合新台幣5.2萬到10.5萬元。防盜器完全沒響，現場也沒有留下任何線索。根據德國保險協會 GDV 最新統計，汽車零件竊案持續暴增，而偷割觸媒就是目前成長最快的犯罪類別之一。第一名 BMW X5 G05 世代，2018年份至今，偷車手法 CAN bus 總線訊號注入登頂第一名的正是 BMW X5， 它代表了當今最猖獗、最完美，也最讓人無能為力的完全無痕偷車術。X5 用的偷車手法跟第4名的奧迪 Q5 一樣，是 CAN bus 讯號注入，但不同的是 X5 的線路漏洞早已被黑市徹底吃透，並大規模濫用。早在幾年前，資安專家就公開警示過 BMW 這個配線漏洞。雖然 BMW 後續推出了軟體更新，但這份技術文件早已流出，資安專家看得到，犯罪集團當然也看得到。當竊賊用這招偷走 X5時，恐怖的事情發生了，你的車會在完全沒碰鑰匙的情況下自動開鎖發動。最誇張的是，車機系統甚至會記錄為正常發動，完全沒有任何異常提示。這時候你跑去報警或找保險公司，保險公司只會問你，你鑰匙掉了嗎？是不是備用鑰匙被偷了？車窗有破嗎？答案通通是沒有。這就是警方最頭痛的完全無痕失竊，沒有任何物理破壞痕跡，系統看起來跟正常開車一模一樣。在德國，一台價值7萬歐元，在台灣價值超過350萬新台幣的 X5， 就算鑰匙好端端放在家裡，依然硬生生被開走。在柏林，警方甚至抓到過一組專偷 X5 和 X7 的集團，作案成功率高達近乎100%。車主必看守護愛車的4大防盜秘技。不管你開的是哪一款車，面對這些高科技偷車術，你現在立刻能做的有4件事兒：防訊號遮蔽盒、防側錄帶，平常把 keyless 鑰匙放在能阻隔訊號的屏蔽盒或金屬盒裡，防止竊賊隔牆側錄或中繼訊號，加裝實體機械鎖，像是傳統的方向盤鎖或拐杖鎖。高科技讯號可以破解你的車機，但遇到厚重的防盜鋼鎖，竊賊絕對拿它沒辙。藏一個獨立 GPS 追蹤器，切記不要接在車子原本的電路上，而是藏在車內隱秘角落，用獨立電池運作。這樣就算車被開走，也能及時定位、追蹤、檢查車。體險條款，仔細確認你的車險條款中有沒有針對無痕失竊、無破壞痕跡失竊的理賠限制，以免車子沒了保險還不賠。整整10款熱門車型，幾種完全不留痕跡的偷車黑科技，這就是當前最新型的汽車失竊危機。光是在德國，平均每天就有將近40台車被偷，一年理賠金額突破3.1億歐元，超過100億新台幣。4招防盜秘技記住了嗎？遮蔽鑰匙訊號，加裝方向盤鋼鎖，隱藏獨立 GPS 追蹤器，檢查車險條款。你有開過這10款車中的任何一台嗎？或是身邊有朋友遇過這種詭異的偷車手法？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如果這集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幫我們按讚訂閱，並把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開車的朋友。我們下期見。